我们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遇到一些无法理解的问题，其实这里有很多都涉及到心理学的知识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6条著名的心理学效应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一起长知识。第一个，晕轮效应。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他的一切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一旦对某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，在看待他的其他品质时，也会倾向于带上相似的态度。这种强烈知觉的品质或特点，就像月亮形式的光环一样，向周围弥漫扩散，从而掩盖了其他品质或特点，所以也形象地称之为光环效应。追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如果你因为一个歌手写词写得很好而喜欢上他，久而久之，就很可能会喜欢上其他的特点。比如，你渐渐的会觉得他是世界上声音最动听的人，是你见过最帅的人，甚至还会假设他的道德水平也比较高。晕轮效应的本质是一种认知偏差，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方式，所以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他的一切，其实是你的心理在跟你玩游戏，千万不要轻易当真。第二个，归因偏差。两种常见的归因偏差，你是否犯过？归因指我们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行为结果进行因果判断的过程，基本归因错误。人们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，常常更关注人格的或态度等内在的特质，而忽视了情景因素。你一般是如何看待你们班上的学霸或学神的？大家在谈论到这些人时，一般更加关注的是他们的智商和能力，却忽视了他们的努力程度，这就是犯了基本的归因错误。归因的自利偏差。人们在对自身行为进行归因时，常常把成功归因于能力、努力等内部因素，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，如任务的难易程度等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成功归自己，失败怪别人。第三个，巴纳姆效应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巴纳姆效应认为，人们总是特别容易相信一种对于自己的笼统描述，即使是这种描述十分空洞，但人们还是确信这就是自己真正的人格面貌。相信大家都玩过星座，我们看一下简单的描述。白羊座充满活力，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总是斗志高昂。双鱼座敏感脆弱，爱哭鬼，鸵鸟心态，心肠软，善良。上述星座描述对比鲜明，但仔细一看，谁又没有敏感脆弱的一面呢？快乐和悲伤，脆弱和坚强，难道不正是彼此的存在为前提吗？毕竟没有快乐，也就不会有感到悲伤。事实上，因为星座分析采用的是一种笼统的两极化描述，而人的情绪永远处在由这两个极端所形成的坐标维度上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描述覆盖了线段上的每一个点，而每个个体对情绪的心理量又有所不同，无法进行比较，所以不论你是什么星座，你会认为他说的就是你。第四，旁观者效应。不报警真的是因为人性冷漠吗？旁观者效应也叫做责任分散效应，即他人在场使得个体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降低，也可以理解成原本属于一个人的责任被主观分散到其他在场身上。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这样一起事件， Kitty 在下班返回公寓的途中遭到歹徒的袭击，这场袭击持续了将近30分钟，期间 Kitty 多次朝附近的居民楼呼叫，但除了一人报警以外，其他人都没有伸出援手，最后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了。事后据调查，当时有38人听到了 Kitty 的呼救声，或看到了他正在被袭击时的场面，但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。在场的38人不可能全是冷血的，我们可以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。旁观者效应即当有其他人存在的时候，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，帮助的可能性越小，同时给予帮助前的延迟时间越长。第五个，马太效应。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。马太效应描述的是两极分化现象。新约马太福音里边有说，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，叫他多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如今在世界范围内，
大约有 80% 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，只有 20% 的财富供剩下的那大多数人使用。为什么少的人反而拥有更大的金钱总量，而多的人却拥有更少的金钱总量呢？这是因为强者原本所有具有的优势能够作为他下一次交易的成本，从而赚取更多的利润，这样形成一种积累优势，可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多，收获的也越来越大，使得强者愈强，富者愈富。而弱者本来就拥有较少的资源，变强的资本和机会也就少了。当然，这也给予我们普通人一个道理，与其去仇富，不如正视自己现有的资本，利用这些已有的财富，努力超越过去的自己。毕竟，与自己赛跑远比与那些已经站在金字塔顶峰的人赛跑更有意义。第6个，搭便车效应，占尽便宜却一毛不拔。搭便车效应指的是某个成员为集体所做的努力，使得全体成员都可能获利，但成本却由这个成员自己承担。在某个活动的策划过程中，有2个部门的人参与，其中 A 成员花费了最多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来完成这项工作，其他成员只是进行基本的配合，甚至还提出了许多难以完成的要求。最后，活动圆满结束，荣誉由全体成员共享，成本却基本由 A 一人承担。这就是搭便车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，可以说是很常见了。那么，搭便车效应有哪些危害呢？第一，损害成本承担者的利益和积极性。第二，助长其他成员的惰性。反映在整体的结果上就是集体的积极性下降，工作质量下降。除了上面提到的，还有哪些你觉得学习了以后能够受益终身的心理学效应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